这一双鞋叫做 Gamma， 它的重量是近几年所有的篮球鞋当中最轻的一款，甚至没有之一。单支42码仅为285克，比它还轻的，我们要追溯到10几年前的元年科比8，或者是阿迪达斯在那个时期推出的 Crazy Light。Gamma 确实有着非常轻质的重量，但是它同样有着高昂的价格。现在它在二级市场上最便宜的配色也要1700多，而这一双是李宁的利刃4 V2，它的重量在同样42码的状态下，差不多在345克左右，比同尺码的 Gamma 重60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鸡蛋的重量。但是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却达到了1000多。买 Gamma 的价格，我们可以买到3双利刃4 V2。你要问我 Gamma 值不值？我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不值，因为它的性能根本撑不起它高昂的二级市场售价。确实，它是一双非常出色的实战好鞋，出色的重量控制，上脚后的体感重量也非常轻质，非常棒，并且它在做到了出色重量控制的同时，在强度方面也并没有做出什么明显的让步，不管是鞋面的强度还是中底的刚性都没有任何问题，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球鞋的整体姿态也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它的鞋楦正常略有偏窄，更加适合正常脚型以及脚型略微偏窄的兄弟去进行选择。宽脚的兄弟还是尽量慎选。至于尺码的选择，还是按照大家平时的正常尺码去选择就行，不用刻意去买大。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大家可以适当参考一下。在选择了正确的尺码之后，它能够提供给我们非常出色的包裹体验。球鞋的前、中、后3段包裹都非常不错，锁定也完全没有问题。在变向时，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并且它的包裹舒适度也非常高，没有什么弯折点卡脚或者是鞋带勒脚的问题。这里就不得不夸赞一下它这些小地方的一些设计。它的这个鞋舌虽然非常薄，但是在这些吃力的地方做出了明显的加厚设计，从而避免了鞋带勒脚的问题，真的非常的细节，非常棒。而它这一副布满了颗粒的鞋垫，确实在第一次穿的时候非常容易粘住我们的袜子，想穿进去特别困难。但是只要磨合差不多1场球左右的时间，在第2次穿的时候，这种粘袜子的感觉就会减轻非常多，穿进去也会容易很多。所以我是不推荐大家去更换鞋垫的，这一副原装的鞋垫就很好用。而它全部由 TPU 丝和热熔丝编织而成的鞋面，在提供给了我们出色的强度同时，还给到了我们非常出色的透气性表现。在夏天穿它也完全不会有捂脚的感觉，非常非常出色。在中底方面，它也同样有着非常棒的表现。Gamma 是第一双搭载启动型碳核心的篮球鞋，跟其他2种一样，没有什么驾驭门槛，绝大多数的篮球爱好者都能够轻松的去驾驭它，并不会有什么绊脚的感觉。而为了控制重量，它中底的密度并不是特别高，虽然在后跟处加了一块 TPU，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区域缓震材料的形变，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体重略微偏大的球员来说，它后跟的稳定性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隐患，这一点大家在购买之前就必须要了解到。而它的缓震表现总的来说还算勉强够用，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会有轻微的震脚感，在室内木地板上面用的时候完全够用。而它的场地感、反应性，在这些方面它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在突破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而且它较高的鞋头上跳幅度以及中底的前插碳板也让它拥有了非常不错的滚动感表现，并且这一副前插的碳板也能提供一点点力反馈，对于突破比较多的球员来说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它的中底跟利刃4 V2 一样，存在着一定的内扣问题，对于脚踝或者是膝盖方面一直有伤病的兄弟来说，这一类存在内扣问题的篮球鞋尽量还是慎选，好吧？而它的大底也是为了重量而做出一定退让的地方。GCU 的外底抓地依旧非常出色，只要场地上没有太多的灰尘，它都能够做到想停就停，没有一丝的犹豫。但是耐磨真的不是特别好，我穿这一双鞋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打过球，而且因为我的脚踝还没有完全的康复，所以强度也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在主要的发力点位置处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磨损痕迹，想要耐磨就不要考虑这一双鞋了。这一双鞋的实战性能强吗？
确实很强，但是跟利刃4 V2 相比，它只是更轻了。在实战性能方面，它们俩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距。而这4位数的价格差，我们换来的只是它们之间哪个鸡蛋的重量差。你觉得值吗？我相信在座各位观众老爷们应该心里都有了自己的答案。它确实是一双非常出色的实战好鞋，但是就因为它只是一双纯粹的实战鞋，除了实战性能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去加价的因素，所以它的加价是绝对不值的。而且伽马这个鞋款，李宁控货控的真的特别的夸张，丧心病狂，在线上发售的数量可能还没有他们给其他博主送的数量多。在我看来，李宁本来就不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这一双鞋，这就是一双李宁用来秀肌肉的产品，告诉大家我比其他品牌都要厉害，我不但可以做到极致的重量，还能保持强度。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利刃4 V2 才是更值得去选择的鞋款。伽马确实很强，但是参考利刃的价格，伽马在2级市场上面的价格在800左右才算比较合理。它并不是加强版的利刃4 V2，而是减重版的利刃4 V2，它们之间的实战性能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想买伽马但是囊中羞涩的兄弟，买利刃4 V2 就行，它们之间并没什么区别。其实这一期视频我犹豫了很久，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说这一个鞋款。它真的非常的棒，除了中底有点内扣，后跟略微有点偏软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缺点。但是我感觉李宁好像在给我们灌输一个思想，轻就是好，你想要更轻的重量，你就要花更多的钱去得到它。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双300克左右的篮球鞋和一双350克左右的篮球鞋，在穿着体验方面其实并不会有什么特别天翻地覆的区别。像我很喜欢的 LBJ4，单只1斤多的重量，我照样可以穿它去打球。前2年各大品牌们都在比谁的中底科技更厉害，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也没有分出胜负，只是这一些运动品牌们给我们创造出了一个需求，就是篮球鞋必须要有一个不错的中底科技，那才能被称得上是一双好的篮球鞋。现在他们在中底方面得不到什么突破了，他们又开始给消费者们创造出一个新的需求，那就是重量。只有够轻的篮球鞋才能够被称得上为优秀。但是那一些单只42码在400克以上的篮球鞋，你觉得他们哪一双是垃圾呢？